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本书不是一本所谓的时间管理的书。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一下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盛赞的全美畅销书《有限的时间应该怎么度过》。假设你活到80岁，你的一生会有多少周？问题就在于如何度过自己的这一生。本书充分运用古今哲学、心理学以及灵性思想，以诙谐风趣的口吻，对时间和时间管理进行实践性、深入的反思。这本书适合那些想要更有效利用时间的人，总是被截止日期逼得透不过气来，追求完美效率的人。他讨论了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有限的人生时间，但与市面上的那些时间管理书籍完全不同。作者认为，即使你运用各种时间管理技巧，情况通常只会变得更糟。通过阅读这本书，你对时间的看法可能会有所改变，甚至你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书中介绍了在接受自己有限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那么首先，就像往常一样，我会在视频开始时给出结论：忙碌只是问题的开始，问题的根源在于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按照以下顺序解释如何建立一个有意义的人生。1. 我们人生的时间。在这一章节中，将讨论人生的时间这一主题，并从本书中挑选2个要点进行解释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这种错觉和接受自己能力的局限性。现在我们来详细解释这2个要点。首先是第一个要点，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这种错觉。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人平均会活多少周？有人可能会回答数十万周，但事实上，即使将人类整个文明的时间总合起来，也只有31万周。假设我们能活到大约80岁，那我们的人生只有4000周。人的平均寿命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因此，如何有效利用时间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人生就是时间的利用方式。作者认为，现代所谓的时间管理并不实用。时间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任务，如何每天早起规律生活，或者如何在星期日准备1周的食物。当然，这些也很重要，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时间管理的错觉。事实上，在过去，实践过这种时间管理方法的作者发现自己能够以超快的速度完成任务清单。然而，随着任务减少，相反的，他发现有大量的工作不断涌现。这种情况让他感到不适。每次试图提高工作完成率时，他都会感到更加不舒服。尽管努力完美的提高效率，但始终无法开始人生中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一天是这样做的。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要接受自己能力的局限性。努力提高效率的行为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这些努力只是逃避现实和质量不足的表现。由于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所有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们甚至无法掌握我们有限的时间并合理的去利用，因为我们缺乏体力和其他各种资源。我们不愿正视这样的现实，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地回避现实。忙碌和拖延实际上只是为了逃避恐惧。如果我们坚信自己应该做得到这一切，那么要做的事情就会不断堆积起来，而真正该做的事情反而变得越来越少。结果是，无关紧要的任务越来越多，焦虑和对各种琐碎小事情的恐惧也会增加，并且随着我们试图将时间用在自己的自由上，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孤独。这种现象被称为制约的悖论。这里我对于制约的悖论稍加解释一下。制约的悖论是指在努力解决问题、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实际上反而导致问题更加严重，生产力下降，甚至生活变得更加困难等现象。这种悖论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过度追求完美和效率，导致忽视了自己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将一事无成。那么，为什么不与现实合作呢？直视并接受自己的局限性事实，生活应该会更具动力和乐趣。当然，并不是这种担忧会完全消失，但是，直视现实是最有效的时间管理技巧之一。虽然接受自己的局限性意味着承认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做到，又或者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别人要求的事情，都无法全部完成。承认这一点，至少可以让自己少一些自责。
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做出选择，集中全力去做什么，应该放弃什么。毕竟不能做到一切都满意。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被选择的诱惑所左右。不做出选择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可能会因为犹豫不决而错过机会。只要仔细思考，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放弃一些机会。当我们决定将时间用于某件事情时，我们牺牲了所有其他可能性。虽然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我们还是会果断地选择要做的事情。你可能会认为这不是你做出的选择，但最终结果却是如此。接下来是建立有意义人生的方法。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从本书中挑选2个要点进行解释。解释的内容是花时间来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以及如何下手。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首先是第一个要点，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大家是否听说过大石子法则？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著名的7个习惯的作者史蒂芬·科维。老师告诉学生，把预先准备好的大石子、小石子和沙子都放进罐子里。当学生们先放小石子和沙子时，大石子就无法放进去了。然后老师进行实验，先放入大石子，然后小石子，最后沙子。这样，小石子就可以填补大石子之间的空隙。换句话说，如果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做起，那么其他次要的事情也会被完成。如果按相反的顺序进行，就会没有时间来做重要的事情。这听起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作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故事是在欺骗人们。首先，老师并没有带足够多的石头，所以这个实验本身就是不真实的。真正的时间管理问题是大石子太多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重要的事情无法完全容纳在罐子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区分重要和不重要的事情。听起来确实有道理，是吧？那么，真正的问题是，当有太多的大石子时，我们该怎么办呢？作者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困境。他收集了一些明智人士的建议，概括为3个要点。有效减少任务的第一个原则是，首先留出自己的份额，确保自己的份额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会不断地将时间用于其他事情，导致真正重要的事情无法完成。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储蓄。世界各地的大部分人群首先考虑每天的购物，然后考虑存钱。但是你是否曾经发现，月底钱就变得很少了？即使没有过度消费，我们也不擅长制定长期计划，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倾向于过度花钱，并且后来会感叹钱不够用。时间也是一样的，即使想要投资剩下的时间，也绝对不会有剩余的时间。如果确实有你想做的事情，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即行动。无论石头看起来多小，也不要管其他大石子有多大，这些都不重要。现在不行动，就没有时间了。接下来是有效减少任务的第2个原则，限制进行中的工作，同时推进多个项目是从现实中逃避的最具吸引力的方法。当一个项目变得困难或乏味时，每次都切换到另一个项目。这样做表面上会让你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然而更好的方法，那就是将同时进行的工作数量减少到最低。管理专家本森和托尼·德玛利亚·巴里建议最多控制在3个进行中的工作，选择最重要的3件事后，一旦其中1件完成，就不会有其他任务了。一旦完成了其中1个任务，就可以开始另一个任务。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放弃项目，释放出时间。重要的是防止未完成的项目不断增加。通过用限制来约束进行中的任务，工作将会更顺利。这种方法的实践将使你不可能忽视自己能力的局限性，因为你不得不考虑不适合放在做事清单上的任务，以选择其中的3个任务。结果是，你可以专注于眼前的任务，而不会被分散注意力。另外一个愉快的效果是，你会养成把工作切割成适合的大小的习惯。将任务切分为小单元的建议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能够有效进行的人并不多，因为任务越多，实际上可以进行的人就越少。如果进行中的框架只有3个，那么不可避免的必须将任务分割得更小。如果将大型任务放入其中，那么几个月就可能无法做其他事情。重要的不是一次性完成所有事情，而是坚持不懈地完成小事情。
有效减少任务的第3个原则是放弃中等优先级的任务。虽然真实性存疑，但据说优秀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曾经教过他的私人飞行员如何设置优先级。当被问及如何成功地为人生确定优先级时，巴菲特回答说：首先列出你人生中想要做的前25件事情，并按照重要性从最重要到不重要的顺序排列，然后专注于前5件事情就可以了。老实说，到这里为止都是常见的建议。然而，对于剩下的20项任务，巴菲特说了令人意外的话。他说，剩下的20项任务都应该放弃，也就是说，中等优先级的任务只会成为障碍。不要想着以后会完成它们，应该果断地放弃。剩下的20项任务在生活中并不是很重要，但又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人难以割舍。因此，如果留下它们，就无法集中精力处理重要任务。然而，作者指出，目前并不需要立即放弃中等优先级的任务，因为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在世界上有太多大石子的情况下，适度有吸引力的选择才是危险的。虽然一些相对有趣的工作机会或一些还算愉快的友谊关系看起来很可惜，但他们可能正在消耗你有限的生命。学会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困难的是拒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自己想做的事情说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我们必须学会拒绝。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花时间。耐心和忍耐这些词听起来有些消极，忍受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只会令人不快，而忍耐则被认为是一种过于被动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加速发展，需要耐心的场合越来越多。在一个人人都急于求成的社会中，能够花时间的人会受益，不把完成重要工作的结果推迟到未来，能够感受到完成任务本身的满足感，这都需要耐心。耐心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当面对困难问题时，如果能够忍受未知的不适感，解决方案就会变得清晰。在日常生活中展现耐心有一些技巧，但这次我将介绍2条特别有用的规则。第1条是享受问题存在的状态，另1条是稳健的反复采取小行动。首先是享受问题存在的状态。我们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如果迅速解决问题，就能够在某个时候达到没有任何问题的状态。结果是，我们不仅对眼前的具体问题感到苦恼，而且对问题本身感到困扰。但事实上，没有任何问题的状态是不可能的。问题本身如果被一般化定义，那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事情。一个没有问题的人生是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没有意义的。如果假设我们没有任何要处理的事情，那么人生将变得毫无意义。首先，我们应该放弃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解决所有问题。生活是一个逐个解决问题、投入时间的过程。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稳健的反复采取小行动。心理学家罗伯特·博伊斯一直在研究学者们的写作习惯多年，结果显示，最有生产力和成功的人们一天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很少。换句话说，成功者每天都在持续地做少量的工作，他们的一天写作时间很短，最长也不超过4个小时，周末必须休息。通常情况下，我们因为急于完成而可能没有适当的分配节奏，特别是在创造性工作中，需要时间，受到想要提前完成的欲望驱使，以及从不如意的进展中转移注意力。一天会觉得有些日子懒散，有些日子则焦虑的整天工作，这种状态并不高效。掌握适当的节奏的技巧是，当你分配给一天的时间用完时，立即停止并站起来。博伊斯说，想要再做一点的欲望只不过是对无休止状态的不满和对效率不提高的焦虑的反应。通过在途中果断放弃，可以锻炼耐心，然后你可以多次返回项目。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保持更高的生产率，即使一天的成果很少，但每天坚持不懈的努力，长期来看会取得巨大的成就。摒弃要完成一切事情的强迫观念，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有意义的人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